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一个灾星还敢在本太子面前碍眼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只要我把目标人物踹进湖里，就算完成这次任务了吧？没错，二皇子裴景年因灾星命格常年遭欺凌，你的任务是继续欺辱他，增加其黑化值，激发他的恨恨和斗志，促使他最终登基称帝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还想打我？你个废物！有本事你走你！完美，穿越过来第一个任务就这么顺利，看来我很快就能回去了。宿主，你踹错人了，旁边这个才是任务目标裴景年。什么？哎呦，快把太子救上来！快呀！镇北王的女儿，郡主谢弦月，她为什么要帮我？哇！怎么会这样？系统被欺凌的是目标人物，明明他拿着棍子在欺负，他在欺负这个倒霉蛋啊！你踹的可是皇帝和萧贵妃最宠爱的太子裴怀谦，你小命不保！不会吧？你的意思是我任务刚开始就要嗝屁了？大胆！谁敢欺负谦儿？干娘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身上都湿了？干娘是他们欺负我！太不厚道了，兄弟，上来就告状，完了，真要完了！贱种！谦儿是中宫所出陛下嫡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欺负谦儿？别叫我母妃，本宫说过，你不配叫本宫母妃。怎么回事？系统，裴景年叫萧贵妃母妃，那他才是萧贵妃的儿子。宿主，现在是想这个的时候吗？马上轮到你了。干娘，还有他，是他踹我的。完了完了，萧贵妃这么宠爱太子，我不会要见阎王了吧？怎么办？死脑，快想啊！抬起头来，本宫倒要看看，谁这么不要命敢踹皇子。算了，拼一把。嘿嘿，贵妃娘娘，弦月郡主。竟然是手握重兵，连陛下都要忌惮三犯的镇北王的女儿谢弦月。她入宫小住，从未和谦儿起过冲突，为何？郡主，你可知踹皇子下水该当何罪？母妃不会善罢甘休，但碍于谢怀月的身份，应该不会太为难她。贵妃娘娘，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踹太子呀。我是看湖边有雪，想提醒他小心些，谁知脚下一滑就……放屁！你分明是故意的！冤枉啊，太子殿下，我站都站不稳，哪能故意踹您？您方才带人拦住二皇子，不也是担心他脚滑掉进湖里？谁担心他了？不是担心啊，那你们这么多人拦他，难道……应是谦儿又在编揽着剑种，被谢怀月看见。此事若传到陛下耳中，定会损害谦儿在陛下心中的印象。罢了，郡主年幼，想来也是无心之事。但谦儿落水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此事因你而起。来人，把他给本宫扔进湖里！母妃，系统，她真是裴景年的亲生母亲吗？裴景年冲撞太子，罚抄宫规百遍，何时抄好，何时给他吃食，否则一滴水也别给他。系统，他应该没事吧？宿主，赶紧趁现在羞辱他，增加他的黑化值。不是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宿主，只有完成任务，你才能达成心愿，回到现代。难道你忘了来这里的目的了吗？都是爸妈的错，把月月弄丢，失散这么多年，让你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。好在终于把我的月月找回来了。妈，等回了家，爸妈把这些年亏欠你的全都补回来。妈，醒醒！我们才刚刚团聚，为什么又要丢下我爸？妈，检测执念达标，宿主完成培养黑化帝王任务，即可复活父母，请问你接受吗？二殿下，
没事的话就赶紧爬起来去抄公规。宿主，慢着，这点公规怎么够？去把御书房的书都搬来，让他抄。你不会以为我刚才在帮你吧？就你一个被弃置冷宫，连娘都不要的废物，也配？原来是我自作多情，他根本没想帮我。也是，这世上怎会有人对我好？宿主做得好，成功增加黑化值3点，当前人物黑化值20。好好抄，抄不完不许吃饭，听到没有？系统，我是不是过分了？无需自责，这是他登顶的必经之路。继续完成任务，将他黑化值提升到100。我会完成你的愿望，复活你的父母，送你回到现实世界。裴景年，对不起了。谢寒月和裴景年欺负我，干娘竟然那么轻易放过他们。殿下息怒，郡主毕竟是镇北王之女，动不得。谢寒月动不了，裴景年还能动不了？今日不让他吃教训，本太子咽不下这口气。哎，你给我去教训裴景年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要他生不如死，还不快去！是。好好抄，抄不完不许吃饭。这是兵法精妙的孤本，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些都是我以前求不到的书。慢着，这点公规怎么够？去把御书房的书都搬来，让他抄。难道他是故意的？可他明明想欺辱我，怎会专门为我寻书？二殿下，咱家奉太子之命来陪你好好玩玩。咱家奉太子之命来陪你好好玩玩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不怕我母贵妃娘娘责罚吗？还敢提贵妃娘？贵妃压根儿不管你，你就是没人要的贱种，也配在咱家面前摆架子？这不是公规！放开我！这是，把书还我！一个灾星还敢肖想这些圣贤书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？贵妃娘娘说过不许你读书，你这灾星生来就是受辱的命，别想有翻身的时候。我让你读，让你读！下贱东西！咱家今天就替贵妃好好教训你，把她拖出去！你就在这儿给咱家守门，这雪什么时候停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进屋？看好他。是。哼，呸！还皇子！宿主，第2个任务，立即潜入冷宫，暴打裴景年。不让裴景年睡觉，还让我去揍他，我可不做这种缺德事儿。完成本次任务，可大幅增加任务目标黑化值，帮助宿主早日达成心愿。话又说回来，为了伟大的黑化事业，我愿意放弃底线。系统，你确定这是裴景年吧？当然，任务目标出生就被萧贵妃扔进冷宫，我确定这里只有他一个，就是他。裴景年，你忍着点啊，我在棍子上包了棉布，只会疼，不会受伤。系统，裴景年的声音有那么尖细吗？应该还没变声吧。原来如此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。贵妃娘娘说过不许你读书，你这灾星生来就是受辱的命，别想有翻身的时候。我让你读，让你读！连母妃都不要我，还有谁会在乎我？我即便死在冷宫，也无人在意。系统，这次稳了，黑化值一定out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宿主，你好像又弄错人了。是谁打我？是谁打我？奴才参见郡主。系统，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郡主难道知道我欺辱了裴景年，特意来替他报仇？他连太子都敢踹进湖，奴才该死！奴才不该打扰二殿下读书，欺辱二殿下，求您高抬贵手，饶了奴才这一回吧。这什么情况？他打王公公是为我出气。宿主，你又搞砸了，还不是因为你说床上的人是裴景年？算了，能圆过去，看我的。你欺辱不欺辱他，关本郡主什么事？本郡主就是单纯看不惯你才揍你。还有你，一个灾星，没爹疼没面爱的废物，
本郡主看见你就觉得碍眼，你就该彻底烂在这冷宫里，还想学人读书？谢颜月，你是魔鬼！裴景年这么可怜，你怎么骂得出口？为何总觉得有些奇怪？他到底想如何？本郡主让你抄书，你竟然损毁书籍，现在本郡主就罚你一路跪到御书房。我是皇子，你什么皇子？皇帝都不认你，这宫里谁当你是皇子？一个连奴才都不如的东西，永远只有被欺负的份儿。宿主做得好，成功增加任务目标10点黑化值，当前黑化值30。任务算完成了吧？我快撑不住了，等我找个借口不让他去跪。好，我跪。系统，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宿主，只有增加他的黑化值，激发他的斗志，才能让他成为一代帝王。你要完成任务，才能复活父母。宿主，要是被任务目标发现，刚增加的黑化烛就功亏一篑了。抱歉，裴景年，我必须做任务，复活爸妈。大胆！谁敢阻拦陛下的銮驾？儿臣参见父皇。高云，这是何人？果然，连父皇都不记得我。陛下是萧贵妃之子，出生时恰皇后薨逝，因灾星命数，被贵妃弃至冷宫。我儿命得凶煞，冲撞中宫，致使皇后娘娘难产薨逝。臣妾愿将这灾星送召冷宫，求陛下准许臣妾抚养皇后之子，告为皇后在天之灵。准。谢陛下。几乎同时出生的婴儿，连陛下都分不清，送去冷宫的是谁，又有谁会知道？怎么会这么巧，在这儿遇到父皇？怎么会这么巧，在这儿遇到父皇？大晚上的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回父皇，儿臣看书时不小心损毁典籍，犯了错。当年他与千儿几乎同时出生，朕没来得及瞧他几眼，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。抬起头来。虽是萧贵妃之子，竟也有几分皇后的风采，难道是朕太思念皇后了？罢了，贵妃这些年悉心照顾千儿，倒把自己儿子亏欠了。既到了读书的年纪，即日起你便随诸皇子一同听学吧。我是在做梦吗？不仅巧合遇到父皇，他还让我去听学，是谢颜月。裴景年去了那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宿主，你没必要在这等他。谁等了？我是怕他冻死，我就没办法做任务了。哼，其实他也挺可怜的。爸妈虽然弄丢了我，但找到了我，很爱我。可他父母在身边，却没人在乎。宿主，你心软了？没有心软，不能心软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救活爸妈，回家。谢仙月，你是在帮我吗？踹裴怀民入水，替我解围。打王公公帮我出气，又故意让我跪去御书房，得父皇怜悯，准我听学。虽然你每次都否认，你可知在暗无天日中待得太久，但凡一丝光亮，我都会拼命抓住。谢仙月，若你是上天派来渡我的，那我便不会放你走了。怎么回事？皇帝怎么让裴景年跟其他皇子一起听课习武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宿主别担心，我刚才检测任务目标黑化值正常，那就没问题。他好像心情不错，刚刚是不是冲我笑了？宿主，你清醒点，你怎么对任务目标的心里没点数吗？他怎么可能冲你笑？也对，应该是第一天来演武场，心情好吧？父皇是怎么想的？竟然让这个灾星跟我们一起听学，还不是因为谢颜月。他让裴景年跪行去御书房，让那个灾星入了父皇的眼，我就知道他联合裴景年一起跟我作对。大哥，要不要出口恶气？二哥，第一次来不熟悉吧？不如三弟陪你比射箭练练手。若是你输了，给我跟大哥磕3个响头，如何？哼，三弟，你看他弱不禁风的怂样，怕是连弓都拉不开，哪敢跟你比啊？什么比试？不就是想趁机欺负人吗？宿主，请执行第3个任务，让裴景年当火箭靶，增加其黑化值。什么？你确定？裴怀谦那么欺负裴景年，让他当靶子，不是让他送死吗？宿主别担心，任务目标只会受伤，不会死。你难道不想早点完成任务回去吗？比射箭多无聊，不如玩点新鲜的。
弦月郡主想玩什么？你把这个顶头上，去当靶子，给大家助兴。他明知道我就想为难我，为什么主动给他递刀子？弦月郡主好主意啊，不过剑柄无眼，这要是误伤了，可怎么收场？怕什么？他这种灾星命硬的很，哪那么容易受伤？行，就按弦月郡主说的去。裴景年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站好！不能心软，爸妈还等你救你。他推我出来，难道是有什么安排？就像之前故意让我跪行去御书房一样。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本太子不客气。三弟，你说我要是不小心射死了人，父皇不会怪罪。父皇最疼的就是你，怎么会怪罪？系统，你确定裴景年只会受伤，不会被射死？放心，任务目标是气运之子，未来帝王，不会死的。即便如此，可我把裴景年推上险境，他一定恨死我了。谢前月故意推我出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裴景年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或许还能大发慈悲，饶了你。开始了。哼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过，比起直接杀了你，让父皇知道你射杀弦月郡主，不是更有趣？谢圆月，裴景年，还敢打？那我送你们两个一起死！住手！父皇，父皇和干娘怎么来了？陈太医，是。他为什么帮我挡剑？我一直欺负他，他应该恨我才对。父皇既然来了，所以他故意让我当箭牌，就是想让父皇看见裴怀清欺辱我。钱儿，景年是怎么受伤的？你为什么将剑对准他和弦月？父皇，我……陛下，这应该不管，请陛下为弦月做主。太子放箭射杀臣女，是二殿下搭救，箭未射中，又再次蓄意谋杀。宿主，你这么说会得罪太子和萧贵妃的。我都差点死了，真当我好欺负？况且我的身份不是连皇帝都忌惮3分的镇北王的女儿吗？怕什么？事情可如弦月郡主所说。陛下，千儿敦厚，绝不会做这种事，一定是他故意惊扰千儿，使剑势偏向郡主。他在以身挡剑，博取陛下怜悯。是，干娘说的没错，就是他。父皇明鉴，而且这哪轮得到你这灾星说话？出生便克死先王后，如今又伤害太子，来人，掌嘴！这人的明明是太子，凭什么要打二殿下？母方厌弃，父皇无事，只有谢音月在维护。宿主，你是不是太替裴景年说话了？你可是要增加他黑化值的。那也不是现在，没看见他都替我挡箭了。贵妃娘娘，二殿下都受伤了，您还要打他？有你这么做母亲的吗？这么护着太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你亲儿子。郡主休要胡言，本宫只是担心倩儿受不白之冤。什么不白之冤？事实如何？不信你们问问三殿下。事情已然明了，萧贵妃的确过于骄纵倩儿，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顾了。行了，三皇子公然起哄，致使郡主差点受伤，重罚20杖。太子四足伤人，禁足3日，缓刑己过。不是，凭什么他伤人了只是禁足啊？知足吧，他可是皇帝最宠爱的先皇后的孩子。二殿下，老奴带你去找太医。我猜的没错，谢仙月虽然表面欺辱我，但实际上都在帮我。今日也是。再确认一下，若他真的可怜我，今日一定回来。宿主，如果让裴景年知道你来看他，会影响他黑化的。好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就看一眼他的伤，看完就走，他不会知道。宿
个洞，他怎么醒着？都说了别来别来，你偏要来，现在被他发现了，以后还怎么增黑化值啊？你是来看我的吗？宿主赶紧虐他，刺激他，把他对你的印象掰回来！怎么可能？本郡主只是路过，顺道来看看你死没死。果然，他每次都这样，假装对我说很重的话。既然还有人给你送饭吃，你这种灾星根本不配吃饭，早该死了了事。这欺辱的还行吧？看来他是不想让我吃工人故意给我的馊饭。怎么没反应？一身的贱骨头，还想穿这么好的衣服？我让你穿，让你穿！那是裴怀剑羞辱我故意送我的女子衣裙，他是在用这种方法帮我。裴景年肯定被我气坏了。系统，告诉我他的黑化值增了多少？增个屁啊增！黑化值一点没动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系统，你中病毒了吧？人不行，别怪路不平，你赶紧想别的办法羞辱任务目标。我就不信了，本郡主渴了，你去给我倒杯热水。冷宫没有柴火，没法烧水，凉水可以吗？没柴火你不会劈呀？敢怠慢本郡主，小心我！我这么有威慑力吗？他是不是有点太听话了？系统，我让他受这么大罪，黑化值总该涨了吧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不可能，你肯定中病毒了。宿主，你有本事甩锅，怎么没本事长黑化柱呢？柴劈好了，你等等，我去烧水。烧什么烧？就这点柴够干什么用？继续劈。不是，我让他去，他还真去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黑化值一点没涨就算了，还越来越听话。裴景年，你别劈柴了，劈了我吧！阿芷，朕的皇后。说起来，景年虽是萧贵妃的孩子，但那模样，不知为何竟也有几分像你。陛下，太子进足其门，萧贵妃带他前来请安。宣，父皇！哎呦，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撞我，活腻了！老奴该死，老奴！狗奴才！现在就把你丢进慎刑司！千儿，陛下息怒，千儿不是有意的，她只是3日未见您，太着急了。阿芷，你生前宽厚，从不这般苛责宫人，为何我们的孩子性子半点都不像你？罢了，下去吧。皇后，陛下对你还真是深情，连你们的孩子都宠爱无度。可惜，陛下永远不会知道，他宠爱的千儿是我的生女，你的孩子早被我丢进了宫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朕正好有事要找千儿，明日要举办祭祀大典，朕想让千仙主持祭祀。另外，大典上要为我江国的白虎神兽献献祭品，这次就由千儿来吧。父皇，是那只传说只有母后才能接近的白虎神兽吗？你母后是灵族圣女，那白虎是她从小驯养的，别人无法靠近，否则会被她吞噬。你继承你母后的灵族血脉，可以亲近神兽。千儿，你意下如何？不行！陛下，千儿前几日不慎落水，身子还虚着，祭典仪式繁琐，她怕是撑不住，不如让她在围观里学习，来年再主持。干娘，我想去。听话，你身子要紧，莫要任性。也罢，确实，千儿的身体更重要。另外，贵妃这么多年照顾千儿视如己出，忽略了自己的孩子。既然景年也长大了，这次祭祀大典就让他在旁观看，也好长长见识。陛下怎会关心那个贱种？干娘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主持祭祀大典？千儿，祭祀大典太过危险，你还小，等2年也不迟。可父皇让裴景年也去参加祭祀，他就是个灾星，竟然也配跟我相提并论。
千儿别急，有干娘在，绝不会让你被他比下去。那个贱种还想去祭祀大典谋取圣心，本宫让他连这个宫门都出不去。这些应该够烧很多热水，下次谢皇月来就能给他喝热水了。把这个贱种给本宫拿下！母妃，你还敢叫本宫母妃？竟然在陛下面前装可怜，哄他带你去祭祀大典。早知你这个贱种如此不安分，本宫就该直接了结你。我没有。还敢嘴硬！今天本宫非要好好教训你！想去参加祭祀大典，想跟千儿争宠，你连千儿的1/10都比不上，只配待在鲁国，做一辈子的贱奴。我真的是您的亲生儿子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错就错于不该活在这个世上，错在你的亲生母亲是皇后那个贱人。把这个贱种关起来，看他还怎么去祭祀大典抢千儿的风头。宿主，请执行第4个任务，将裴景年送上祭祀大典，让他惊扰神兽白虎，破坏祭祀。黑化值好久没涨了，宿主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放心，这次一定把他的黑化值拉满。好你个裴景年，竟敢躲着不见我！原来连生我的人都盼着我死。你错就错于不该活在这个世上，错在你的亲生母亲是皇后那个贱人。活着是一种错误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一个灾星还敢在本太子面前碍眼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人都说我是灾星，欺我、辱我，让我像狗一样苟延残喘。可是凭什么？这人的明明是太子，凭什么要打二殿下？吾方厌弃，父皇无事，只有谢颜月在维护。谢谢，谢颜月，谢颜月。裴景年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受伤了？你是来救我的吗？系统，他这是又被欺负了。那我还要骗他去祭典吗？万一神兽凶性大发，他这个样子跑都跑不掉。放心，神兽被关在笼子里，不会伤到他。赶紧完成任务！你还想不想回到现代救你爸妈了？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没死就赶紧爬起来！本郡主玉佩丢了，去给本郡主找。他怎么不说话？就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。他都这样了，估计会拒绝。什么玉佩？不是，他这是答应了，不该反抗一下吗？都这样了，还这么听话。那你得先把眼蒙上。本郡主看见你这双眼就觉得晦气。他又想做什么？好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他最近都这么听话？不过倒是让我顺利完成任务。这是哪儿？你不是要我帮你找玉佩吗？进去。本郡主改主意了，我们来玩捉迷藏。你老实待在这儿，我不叫你就不许出声，也不许乱动，听见没有？果然找东西只是一个借口，
他为什么要我藏在这儿？好。你会来找我吧？这是装祭品的箱子，皇帝若发现你躲在这里，破坏典礼，定会严惩。为了增加你的黑化值，裴景年，抱歉。吉时已到，接龙竞兽。陛下当真是重视这白虎神兽，不仅派专人照料，还年年举办如此盛大的祭祀仪式。近来天灾不断，陛下盼着神兽能降福纳降，可皇后去世，再无人能接近神兽。太子身负皇后血脉，应当能与神兽亲历，可惜陛下疼爱，不舍得他涉险。景年怎么不在？景年偶感风寒，臣妾留他在宫内休养了。原来是他把裴景年关起来，不想让他参加祭祀。到底是不是裴景年亲娘啊？陛下，祭品已准备妥当，开始吧。是。祭典起礼。今以鲜肥牛羊、清纯玉猎、五谷珍收，恭祭神兽。愿神兽食之，庇我江国，风调雨顺，万代兴隆。皇帝思念先皇后，自然重视由先皇后养大的神兽，所以一旦裴景年冲撞神兽，皇帝一定严惩他，宿主就能增加他的黑化值了。开箱取祭。这是。给神兽的祭品怎么是个人？这是二殿下吧？他怎么在箱子里？为什么好像很多人？谢贤月，谢贤月在哪儿？干娘，你不是把这个灾星关起？混账东西！谁让你去祭品箱里的？竟敢扰乱神兽祭祀！什么神兽？神兽怎么开始躁动了？难道是二殿下破坏了祭祀？一定是这个灾星当年克死皇后，如今又惊辱神兽，危害社稷。血脉能亲近神兽，看来是一派胡言。既然裴景年自己找死，政府借机除掉他。臣妾教子无方，二皇子破坏大典，惊扰神兽，乃大不敬之罪，请陛下处置这个灾星。系统，裴景年已经破坏了祭祀仪式，我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？任务目标的黑化值没增，任务又没完成。我把他骗到这儿，让他成为众矢之的，他的黑化值都不增吗？陛下，惹怒神兽会给我江国降下灾祸，即便他是臣妾的儿子，也绝不能容忍。求陛下严惩，臣妾绝无怨言。干娘说的没错，父皇，你快杀了他！陛下，冲撞神兽，损耗我江国国运，若不严处，恐民心难安，社稷动荡。求陛下严惩二皇子！是谢寒月把我关在箱子里的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来人，拿下这个逆子！糟了，神兽发狂了，若不能安抚，必将生灵涂炭呐！果然，皇后的血脉能亲近神兽就是谣言。若真如此，神兽怎么可能对这个野种发怒？陛下，二皇子冲撞神兽，若当着神兽的面罚他，或许还能平息神兽的怒火。系统，我很怀疑她真的是裴景年的亲娘吗？这种时候竟然一直在落井下石。宿主，我不知道。抓住这个孽障，就当着神兽的面鞭笞30。父皇，臣皇后，要怪就怪你死得早，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。裴景年上的伤还没好，30鞭他根本受不住。宿主，他的黑化
化值还没增，你现在阻止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你不想复活你的父母了，回家了吗？陛下，神兽还在躁动，看来是不满意的，只打30鞭，怕是不能安抚神兽。继续打，神兽什么时候息怒，什么时候停。这是。神兽发狂了！神兽发狂了！护驾！护驾！完了完了！神兽乃先皇后饲养，先皇后薨逝，根本没人能制住他。太子是先皇后血脉，一定可以。父皇我不行，我害怕。陛下，是这个灾星，是他惹怒了神兽，咬死他，最后咬死这个野种。他到底要做什么？系统，你不是说神兽不会伤人吗？现在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！糟了糟了，任务目标要死了！宿主，裴景年！怎么回事？神兽怎么突然平静了？他不吃裴景年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神兽乃先皇后驯养，也唯有和先皇后同血脉的才有可能亲近神兽。可二皇子明明是贵妃娘娘所生，当年王后薨逝时，贵妃娘娘是不是也……这孩子不仅长得像皇后，竟然还能像皇后那样安抚神兽。可千儿分明才是我和皇后的孩子。千儿，系统，裴景年怎么能驯服神兽？我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不行，裴景年是皇后之子的事绝不能暴露。陛下，臣妾之前去看望景年，将千儿的衣服给了他，想来是他沾染了千儿的气息，才得以安抚神兽。竟是如此，难道是朕想多了？陛下，二殿下驯服神兽，往后我江国必会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二殿下功劳卓著，求陛下嘉奖二殿下。求陛下嘉奖二殿下。这怎么会这样？二皇子安抚神兽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珍宝1000件，即日迁出冷宫，恢复皇子礼遇。陛下有旨，二皇子监出冷宫，离开冷宫了。恢复礼遇。宿主，黑化值没增，你的任务失败了。萧贵妃说把景年留在宫内休养，为何？去查查景年为何出现在祭品箱里。是。又失败了，又失败了，怎么就增不了裴景年黑化值了？谢贤月，谢谢。谢我？要不是你帮我藏进祭品箱子，我不可能接近神兽，被父皇赏识，被放出冷宫。你觉得我在帮你？你让我跪行去御书房，恰巧遇父皇得到听学的机会，让我当剑靶得父皇怜悯。如今又帮我出冷宫，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。所以裴景年误会我为他好，黑化值才一直不增。老天，我是来逼他黑化的，不是让他给我发好人卡的。宿主，现在怎么办呀？灾星怎么会来祭坛？干娘，你是不是根本没把他关起来，故意让我在父皇面前出手，让他长脸？不是千儿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说到底他才是你亲儿子。要不是你拦着我主持祭祀，今天驯服神兽的人就是我。日后他踩在我头上都是因为你。都是这个野种，让我跟我儿产生嫌隙。千儿，放心，我永远不会让他踩在你头上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也好，都送给谢贤月。等搬到新宫殿，就能经常见他了。这就开始幻想好日子了。贵妃娘娘，还真是趋炎附势的下贱坯子，得了陛下赏赐，就不再攀附本宫，连母妃都不叫了。贵妃娘娘不喜欢我叫你母妃，我便不这么叫了。
装模作样，果然和那个贱人一样让人恶心。父皇恢复了我的皇子礼仪，贵妃娘娘再对我动手，就不怕父皇震怒？还敢威胁本宫？哼！你不会以为有陛下的旨意，你就真能活着离开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不能这样，父皇不会饶过你。谁知道是本宫做的？这冷宫偏僻荒凉，有毒蛇再正常不过，陛下也只会当你福薄，没能熬过冷宫的最后几日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明明我才是你亲生的。亲生的，你也配？你这个贱种，就该彻底死在这里，永远别想挡千儿的路。看在你叫了本宫几声母妃的份上，本宫给你留个全尸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能再让裴景年误会下去了，否则黑化值增不了，我就没办法救爸妈，得想办法。宿主，萧贵妃去了冷宫，想放蛇咬死任务目标。什么？宿主，你不会要去救她吧？不，这次我要让她彻底恨上我。走开！走开！啊！我要死在这儿了吗？裴景年，谢婉月，为什么你总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出现？果然还是硫磺好用。谢婉月，果然只有你会来救我，求你救救我。裴景年，你在冷宫苟延残喘这么多年，怎么还这么天真？我不是来救你的，是来看你怎么死的。一个灾星，竟然自作多情的以为我一直在帮你，真是可笑。你说什么？逼你跪去御书房，推你当箭靶，把你藏进祭品箱，不过是变着法法折磨你。你也不想想，我哪有那么大能耐知道陛下的行踪？他要怎么对你，更不是我能决定的。裴景年，你太可怜了，迫不及待把巧合当成善意，想要证明这世上有人在乎你，可惜根本没有。不是，现在陛下快要查谁把你藏进祭品箱，伤害皇子是死罪，所以我不能留你。裴景年，反正你命贱，死了也没人在意，不是吗？不要丢下我！谢贤月，我求你救救我，否则我真的会死。谢颜月，不要心软，不能心软，爸妈还等着你回去救。我不会告发你，只要你救我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求你别丢下我。谢贤月，如果你丢下我，我不会原谅你。这样最好，我需要增加你的黑化值，抱歉。贤月，恭喜宿主成功增加任务目标50点黑化值，当前黑化值80。宿主，黑化值终于增了，你很快就能完成任务，回去救父母了。把他推入绝境，他彻底恨上我了。他蛇毒入体太深，拖不得，必须立刻救治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宿主住手！你不能救他，你辛苦刷满的黑化值全部会功亏一篑，所有任务进度都会清零。他已经晕了，不知道是我救的他。可你护不住他，直到他没死，萧贵妃一定会来灭口。有个人一定能护住裴景年。
谢贤月，你特意禀朕说今日梅园寒梅盛放，景致绝佳，执意带朕前来赏梅。若是梅花平平，辜负朕的期待，朕可不饶你。陛下放心，今日寒霜梅衬，花开最是艳丽傲果，必然不负盛价，保准让陛下赏到冬日宫里最艳、最风骨的一束寒梅。陛下，您快看，那宫墙底下怎么躺着一个人？高云，上前去看看，到底是何人？是。陛下，不好了，是二殿下！是二殿下裴景年，他浑身是伤，昏迷在地。带他回养心殿传太医。是。皇帝果然不疼爱裴景年，亲眼看见亲子重伤昏迷倒地，竟也不上前看一看。宿主现在可以彻底安心了，裴景年获救，黑化值也稳步上涨，千万不能再帮他，否则都会功亏一篑。可萧贵妃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彻底阻止他杀裴景年，我才能继续任务。你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吧。皇帝那么宠信萧贵妃，就算知道他放蛇咬裴景年，都未必处置他。要是皇帝的宝贝儿子裴怀谦也被蛇咬了呢？那剑种被陛下带走了。是，二皇子昏迷不醒，太医正在全力救治。那剑种若醒了，岂不是会揭露本宫？照看好太子，本宫去见陛下。是。陛下，太医方才已经全力使之，成功将二殿下体内残留的蛇毒尽数逼出，暂无性命之忧。殿下底子虚，身上新旧伤叠加，还需安心静养，万万受不得惊扰。旧伤，回陛下，太医仔细查验过，殿下身上旧伤层层错杂，新旧妆痕交叠。这孩子自幼被弃置冷宫，无人照拂，难免遭人欺辱。想来这些年是朕亏待了他。那剑种被陛下带走了。是，二皇子昏迷不醒，太医正在全力救治。那剑种若醒了，岂不是会揭露本宫？照看好太子，本宫去见陛下。是。陛下，太医方才已经全力使之，成功将二殿下体内残留的蛇毒尽数逼出，暂无性命之忧。殿下底子虚，身上新旧伤叠加，还需安心静养，万万受不得惊扰。旧伤，回陛下，太医仔细查验过，殿下身上旧伤层层错杂，新旧妆痕交叠。这孩子自幼被弃置冷宫，无人照拂，难免遭人欺辱。想来这些年是朕亏待了他。景年，你醒了。父皇，我还活着。太医已经彻底帮你清了体内蛇毒，毒已经解了，没事了。我明明倒在冷宫蛇堆之中，绝境无缘，必死无疑，怎么会安然待在父皇的养心殿寝殿里？好端端的，你怎会被毒蛇咬伤，险些丧命？看在你叫了本宫几声母妃的份上，本宫给你留个全尸。父皇，我是被……景年，臣妾参见陛下。方才听闻景年重伤昏迷，险些遇险，臣妾心急如焚，匆忙赶来探视，一时失了仪态，冲撞了圣驾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他哪里是真心挂念我的安危，分明是匆匆赶来，只为堵住我的嘴，怕我当众揭穿他的恶行。无妨，起来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这般不小心，竟会被毒蛇所伤？你年纪尚轻，若是真出了什么三长两断，让母妃往后可怎么活呀？到了此刻，他依旧颠倒黑白，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我身上，毫无愧意。我的生死，在他眼中，
从来都不值一提。景年，臣妾参见陛下。方才听闻景年重伤昏迷，险些遇险，臣妾心急如焚，匆忙赶来探视，一时失了仪态，冲撞了圣驾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他哪里是真心挂念我的安危，分明是匆匆赶来，只为堵住我的嘴，怕我当众揭穿他的恶行。无妨，起来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这般不小心，竟会被毒蛇所伤？你年纪尚轻，若是真出了什么三长两断，让母妃往后可怎么活呀？到了此刻，他依旧颠倒黑白，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我身上，毫无愧意。我的生死，在他眼中，从来都不值一提。看来这贱种醒来后还没敢揭发我。既然眼下局势安稳，我便先假意哄住他，彻底洗脱嫌疑，来日再寻万全机会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是母妃不好，是母妃没能好好照顾你，让你独自受了这么大的罪。往后母妃定会好好护着你，再也不让你孤身一人受委屈。别碰我！这一拜，尽数还你当年生育之恩。这些年，你从未将我视作亲生孩儿，从未念过半母母子情分。既如此，从今往后，我也不必再认你这母亲。胡闹！纵使你母妃往日对你疏于照料，亏欠于你，你心中有怨，也不该当众割裂母子情分，出言忤逆，如此不孝。父皇方才问儿臣，为何会在冷宫被毒蛇所伤，险些丧命？害儿臣之人就在此处，是他亲自下令放蛇围堵，蓄意要取儿臣性命。陛下明察，臣妾冤枉。臣妾今夜一直守在东宫照料太子殿下，寸步未离，从未踏足冷宫半步。你是他10月怀胎生下的亲子，血浓于水，他怎会置你于死地？父皇若真觉得他待我有半母母子情分，便不会将我弃于阴冷冷宫不稳步。这么多年，任凭欺辱践踏。景年，母妃知晓，这些年让你受了委屈，你心中积怨深重，母妃从不怪你。可你不该如此颠倒黑白，为了泄愤就诬陷我啊！你一口指认贵妃杀你，空口无凭，可有证据？回父皇，冷宫院内尚且残留着萧贵妃特意投放的毒蛇，尚未尽数散去。陛下，简直荒谬！冷宫常年阴冷潮湿，蛇虫鼠蚁本就肆意出没，凭什么强行赖在本宫头上？更何况世人皆知二殿下生来命格不良，这些阴邪蛇虫被他吸引而来，本就不足为奇。够了！是景年心怀怨短污蔑贵妃，还是萧贵妃狠心加害自己的亲子？陛下，子殿下不慎被毒蛇咬伤了，昏迷倒地。那灾星命倒是够硬，这样都能被救活，我就知道干娘根本不舍得杀他的亲儿子。太子殿下息怒甚严，殿下误会贵妃娘娘了。娘娘若是当真不舍，当初便不会往冷宫投放毒蛇，决意除掉二殿下。放几条破毒蛇能有什么用处？咬一口不痛不痒，微不足道，到头来还不是让那灾星好好活了下来？既然在你眼中被毒蛇咬这般不痛不痒，那换你亲自尝尝滋味，应当也没什么大碍。蛇，有蛇！殿下，来人！快，速速传太医！他果然只心疼裴怀浅，之前对我的担忧都是装的。陛下，太子此番在延禧宫被咬伤，与此前咬伤二皇子的毒蛇毒性一致，乃是完全同一种类。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
延禧宫日日有人清扫打理，并非冷宫，哪来的毒蛇？此前贵妃娘娘说辞是冷宫荒僻蛇虫丛生，皆因我命格不详，招惹邪物。难道太子也是命格不详，招惹阴邪之人？萧贵妃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坦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定然是这灾星命格阴煞，祸及旁人，是他冲撞了千儿，牵累千儿平白遭此横祸。陛下，到了现在，你还在诬陷景年。高云，彻查延禧宫上下，朕倒要看看这些毒蛇究竟哪来的。是。陛下，宫人已经招供，这些毒蛇是萧贵妃命人带进宫内，用来蓄意谋害二殿下。部分毒蛇未曾尽数清理，不慎遗落逃窜至延禧宫内，这才意外误伤了太子殿下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可臣妾这般做，从头到尾全都是为了千儿啊！为了千儿。若不是你肆意妄为，千儿怎会重伤昏迷，生死未卜？陛下，臣妾真的是不得已啊！只是这孩子命格不详，宫中人人皆知，他出生之日便是皇后崩逝之时。如今他要离开冷宫，臣妾怕他会像克死皇后那样害死千儿，臣妾只能出此下策。景年降生恰逢先皇后崩逝，此事宫中人人皆知。如今他刚要踏出冷宫，千儿就无端被毒蛇所伤。难道这世间真有命格之说？此事与他的不祥命格有所关联？在所有人眼中，我永远是那个与生俱来的灾星，注定被视作祸端，遭人嫌恶。求陛下看在臣妾抚育太子多年的份上，饶了臣妾吧！你差点害死朕2个儿子，朕岂能容你？萧贵妃谋害皇子，即日起褫夺贵妃称号，打入冷宫。不，陛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陛下，陛下，还有一人，不知是否与二殿下遇袭有关？何人？弦月郡主。萧贵妃在冷宫放蛇后，郡主立刻进了冷宫。之前在祭典上，也是他将二殿下灌入祭品箱内。传弦月郡主。皇帝怎么突然召见我？难道裴景年把我欺辱他的事告诉皇帝了？欺辱皇子是死罪，宿主你快想想怎么保命吧。谢颜月欺辱我就罢了，他将我关进祭品箱，破坏祭祀，父皇不会轻饶的。谢颜月，你带朕赏花，为什么偏巧遇到昏迷的景年？是谢颜月引父皇发现我的。回陛下，臣女也没想到会遇到二殿下。撒谎！有人看到你曾出入冷宫，你分明是知道景年受伤，故意引朕过去救他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怎么又让裴景年知道我帮他了？宿主，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了。你为什么救我？赶紧否定他，刺激他，让他继续恨你。救你？他若真想救你，就该立刻带你看太医，而不是拖延救治，让你差点毒发身亡。冤枉了陛下，臣女没想要二殿下死。真的？宿主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还想不想增他黑化值了？不，我是说，你死不死我根本不在乎。你把我推入蛇群，又找父皇救我，你对我其实也不忍心吧？你竟将景年推入蛇群！造孽啊！怎么伸头一刀，缩头也一刀？谢还月，
谋害皇子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父皇，陛下，臣女的确有意拖延救治，因为臣女想为二殿下求得庇护。荒唐！你差点害死景年，还说为他求庇护。萧贵妃谋害二殿下，臣女这么做是想让陛下亲眼看见二殿下身陷险境，您才会对他心生怜惜，护他周全。原来他不是狠心丢下我，那些想让我死的话都是假的。你觉得朕会放任萧贵妃伤害朕的儿子？臣女不敢。可这些年，陛下可曾关注过二殿下？他竟在替我鸣不平，哪怕跟萧贵妃为敌，哪怕惹怒父皇，他也要帮我。父皇，儿臣相信谢贤月从没想过害儿臣。那他为什么将你关进祭品箱，险些让你被神兽所伤？怪不得皇帝发火，原来是破坏祭典的事被查出来了。其实，儿臣是自愿进祭品箱的。你自愿？是。谢环月待儿臣极好，儿臣信他。这孩子怕不是在冷宫待傻了？裴景年这么信任我，以后我还怎么羞辱他？宿主，你彻底玩脱了，现在想虐都下不去手了。求父皇饶过谢寒月，儿臣愿替他承担一切罪责。他竟要为我担责。谢贤月，看在你最终救了景年的份上，此事作罢。谢陛下开恩。虽然你在帮我，可你把我推进蛇群，我说过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那你是不是还恨我？那我岂不是还能羞辱他，增他黑化值？你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我伤好之前都会住在养心殿，你可以到这儿来看我。谁要来看你？要不是为了任务，我才懒得理你。走开！走开！你这贱种，竟然还敢来见本宫！放肆！竟敢对二殿下无礼！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什么下贱货色都敢爬到本宫头上耀武扬威！等本宫复位，把你们全都处死！冷宫饭食粗鄙，我带了你爱吃的。这是硫磺，可以驱蛇。少在这装模作样！等谦儿登基，本宫就是皇太后，第一个杀了你这贱种！太子已经痊愈，你那么心疼他，可以安心了。不可能，谦儿如果醒了，怎会不来冷宫看我？这个，你应该去问裴怀瑾。是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谦儿不会与我生信啊！你毁了本宫的一切，本宫不会放过你！你不明白，我明明是你跟父皇的孩子，你为什么总骂我贱种？你也配当本宫的儿子？本宫只有谦儿一个儿子。罢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。
以后你我不必再见。朕确实错了，不该因皇后之死就迁怒景年，让他受了这么多苦。二殿下，往后有您照拂，定会越来越好。萧氏如此苛待景年，难怪景年跟他毫不亲近，半点都不像他。二殿下倒是更像先皇后，不论是眉眼、气度，老奴失言。你觉得景年是萧氏的亲骨肉吗？当年是萧氏抱走太子，又把二殿下弃至冷宫，陛下是怀疑。调查当年之事，一一报给朕。是。娘娘，不好了，陛下派人去调查太子和二皇子的身世了。你这是猜到我调换了2个孩子，不能让他查出真相，否则他必定废了千儿。陛下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千儿呢？他怎么不来见本宫？太子说，是您让他被毒蛇咬伤，不愿见你。告诉他，如果还想当这个太子，就立刻来见本宫。你让我毒害父皇？千儿别怕，下毒而已，不会有危险。我不！你自己被父皇废黜，凭什么拉我下水？千儿，你糊涂！你父皇早已被蛊惑，他能为了裴景年废黜我，就能废了你。可父皇最疼我了。干娘之前也是宠冠6宫，不照样落得这个下场？干娘这是在帮你，只要你父皇驾崩，你就能登基为帝，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踩到你头上。只要千儿登基，我就是垂帘听政的皇太后。宿主，萧贵妃指使裴怀前毒杀皇帝。都进冷宫了，还在宫斗，也太卷了吧！说明人家自觉。宿主，你好好学学吧。你不会想让我给裴景年下毒吧？没错，你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如果他被你毒死，黑化值直接拉满。不行，我是要救父母，但我不能牺牲裴景年。上次任务黑化值大幅度增加，奖励你1次起死回生金手指。早说啊！我这就去给他下毒。这凝血羹专供父皇享用，连我都没吃过的稀世珍品，父皇竟给那灾星备了1份。我真要毒害父皇，没有父皇护持，我能顺利登基吗？可父皇如此偏心裴景年，或许真会改立他为太子，除非那灾星死。只要他死了，我照样是父皇最宠爱的太子，登上皇位的一定是我。他还真敢给皇帝下毒，果然被萧贵妃养歪了。宿主，你没带毒药，怎么给裴景年下毒？没毒药就不能下毒吗？这不就下了？还能这样？反正2碗补品一模一样，调换一下，没人能看出来。你把毒药换给裴景年，是想增黑化值的同时救皇帝？也是救我和裴景年。裴怀简要是当上皇帝，肯定会弄死我们。郡主，老奴来取陛下的补品。
高公公辛苦。本份而已，另一份补品是给二殿下的。不麻烦高公公，我端给二殿下。劳烦郡主。不劳烦，不劳烦。让裴景年喝了毒羹，既能增黑化值，还能破坏萧贵妃的计划，完美。谢颜月，你来看我了。谁来看你？我路过而已。把这个喝了。你也不问这是什么你就喝，不怕我下毒害你？你不会害我。果然不懂人心险恶，还得我教教你。你竟然下毒害我！没错，就是我下的毒。恨我吧，尽情黑化吧。谢贤月，我恨你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恭喜宿主，任务标黑化值已增至100，宿主完成任务，即将回到现代，跟父母团聚。你笑什么？你怎么还站着？我不应该站着。你没觉得哪儿不舒服？没有。那补品你喝着不奇怪吗？怪好喝的，我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东西。不应该啊！我明明看见裴怀清下毒了，怎么没反应？难道毒药过期了？你觉得补品有问题？应该不会，这里的东西都是专供父皇的。我当然知道是专供陛下，不然我也不会。不是吧？难道裴怀谦是要毒裴景年，而我刚刚把有毒的补品换给了皇帝？这丧钟只有宫中至尊崩时才能敲响，难道是？皇上驾崩了！成了，成了！皇上一死，谦儿就是新皇帝了。我明明把毒下给了裴景年，父皇怎么会死？难道是他误食了毒羹？谦儿，干娘带你去登基。宿主，你又搞砸了！还不是你说裴怀清给皇帝下毒，我才换完的。算了，不是有一次起死回生的金手指吗？把皇帝救活不就行了？就这一次机会，让你霍霍没了。金手指给你了，只要重击皇帝心口，就能让他起死回生。你让我打皇帝，皇帝活了我没了。那你是想现在没，还是等裴怀期登基以后让你没？算了，打就打。郡主，陛下已然驾崩，龙体万万不可靠近。我有办法救陛下。你有让父皇赋闲的秘法？拳法也算法吧。郡主，您若真有法子，不如等宗室和大臣前来商议后再决定。等他们来了，我还打得了吗？必须速战速决。裴景年，给我拦住他！裴景年，给我拦住他！二殿下，你怎么也跟着一起胡闹？谢环月不会胡闹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应该就是这。郡主不可，侵犯龙体是要诛九族的。少废话，再
再晚就真的救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放开，拦不住郡主，奴才会被连坐的，奴才的救主，救主！没了。陛下，活了！我就知道你肯定能救父皇。朕怎么了？您中毒驾崩，是郡主用了特殊办法救活了您。父皇，您现在感觉如何？朕没事，就是心口隐隐作痛。父皇，您怎么突然中毒了？朕喝了今日的补品，之后就不省人事，有人在补品里下毒。老奴取补品时看见了郡主。父皇，谢贤月刚救了你，不可能是他下的毒。对，不止我，裴怀谦也去了。臣女还看见他鬼鬼祟祟的。太子，本宫是太子养母，未来太后，你们竟敢阻拦本宫！等本太子登基，把你们全砍了！原来是这毒妇。太子已到，尔等还不来迎立？陛下，父皇！听到朕驾崩，你们就急着夺权了？陛下误会，臣妾只是担心宫中大乱，所以才带太子来稳定局势。朕若真被你们毒死，宫中确实要大乱了。冤枉啊，陛下！臣妾和倩儿绝没有给您下毒。倩儿，父皇问你，是你给父皇下的毒吗？不，儿臣绝不敢谋害父皇。陛下，朕没问你。朕再问一遍，是与不是？就是他下的毒，他手上还有残留的毒药呢。陛下，父皇，我没想害您，我只是想毒死裴景年。狼心狗肺，你对得起朕这些年的宠信吗？裴怀谦残害手足，废去太子之位，押入皇御寺，终生不得出。立裴景年为皇太子，承袭宗庙，继承大统。裴景年以后能当皇帝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。凭什么废我？这灾星早该死了！我给他下毒根本没错。陛下，倩儿可是皇后之子，您怎能如此对待她的孩子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欺瞒朕？倩儿根本不是皇后的孩子。父皇，你说什么？你的亲生母亲是萧氏，景年才是朕与皇后的孩子。当年你们几乎同时出生，萧氏谎称要抚育皇后之子，把亲儿子丢进冷宫，却在暗中调换你们的身份。你这毒妇，定是知晓朕已察觉当年真相，才毒杀朕。我不信，肯定是你为了废弃我，随便找的借口。系统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从来没说过？我也头一次听说。怪不得裴景年能接近神兽，原来他是皇后血脉。你将我弃至冷宫，我还以为你是怕我灾星的命数连累你。原来不是我母亲嫌疑我，我的亲生母亲早就不在了。是，我就是调换了你们。凭什么我儿子一出生就被视作灾星？我就是要作践你，就是要让我的儿子当太子。不，我的母亲是皇后，我是太子，不是灾星。倩儿，你看看母妃，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谁要你这种母亲？要不是你，我根本不会被废。来人，将裴怀谦押入皇觉寺。我不去皇觉寺，父皇，你饶了我吧。倩儿，
明明是你心术不正，凭什么怪裴景年？还有你，要不是你帮他，这剑种根本不可能离开冷宫，都是你毁了我的倩儿！我要你死！不要！谢寒月！拿下这毒妇！谢怀玉，你别吓我！传太医！本宫没说错，这剑种就是灾星，注定克死你身边所有人。本宫在阴曹地府等着看你的下场。你为什么要替我挡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不也是之前为我挡剑，这次又是……完了完了，唯一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给皇帝用了，宿主你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最终还是救不了爸妈，这样跟他们团聚也好。我确实是灾星，是我害了你。不要听萧贵妃话说，你不是灾星，你会成为一个好皇帝，会福寿绵长，会有人一直陪着你。谢怀玉！任务目标黑化值已增至100，宿主完成任务，即将回到现代，复活父母。月月，醒醒！这是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爸妈，你这孩子在车上睡了一路，也不知道梦见什么，叫都叫不醒。下车吧，我们到家了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！任务明明失败了，为什么爸妈还能复活？难道一切只是一场梦？爸妈没有死，裴景年也根本不存在。宿主，你要是把我也当成梦，我会生气的。系统，在宿主死亡的那一刻，任务目标彻底黑化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那裴景年怎么样了？唉，宿主死亡后，皇帝就驾崩了，他也顺势登基为帝。他父皇也离开了，又只剩他一个人了。我绑定了一个新宿主，他的执念是见到一个人，我只能带他来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这是你欠的债，你得还。我哪欠债了？你说会有人一直陪着他，可他还是孤零零一个人。你说的人，难道是……谢莹月，真的是你？我找到你了。